北京突然翻脸，不再给新加坡面子，连一向老练持重的李显龙也不得不撕破脸皮，亲自出面喝止了现任总理黄循财。新加坡这个曾在大国夹缝中游刃有余的弹丸小国，如今似乎在一夜之间彻底丧失了中国的信任。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中国如此震怒？新加坡高层内部上演罕见的一幕，这场小国豪赌又如何瞬间把自己从亚洲枢纽变成了被边缘化的弃子？有资深外交官评论称，这是新加坡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外交危机，新中关系正站在悬崖边上。事情的缘起要从新加坡的外交定位谈起。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建国以来的生存哲学就是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几十年来，新加坡奉行平衡外交，不轻易选边站队，在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巧妙周旋。前两任总理建国之父李光耀和其子李显龙都以务实中立著称。李光耀生前曾反复告诫后辈，小国生存之道在于千万，避免被迫选边站队。他的这番教诲奠定了新加坡外交的基调。他们一方面与美国维持密切的安全合作，允许美军轮驻张仪基地，签署防务协定，同时又积极拓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成为最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早在1990年，新加坡就与中国正式建交，李光耀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深厚互信。例如1993年海峡两岸的汪辜会谈就在新加坡促成，2015年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也选择在新加坡举行。正因为新加坡的中立与信誉，它一度成为中国大陆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新加坡借助自身华人社会的独特优势，一度扮演东西方桥梁的角色。它既是美国在东南亚可靠的盟友，也被中国视作友善的合作伙伴。可以说，在过去几十年里，新加坡凭借这种灵活平衡的外交艺术，既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又搭上了中国崛起的顺风车，在经济上获益匪浅。可以说，新加坡通过充当美中之间的纽带，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赢得了远超自身体量的利益。然而，保持中立并非易事，尤其是在美中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随着近年美中关系恶化，南海局势紧张和高科技竞争升温，新加坡的平衡术变得愈发难以维系。新加坡虽然不是南海声索国，却因为支持航行自由和国际仲裁结果，曾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招致中国的不满。当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还点名批评新加坡公开选边，认为新加坡此举不符合东盟中立原则。紧接着，新加坡的一批装甲车在台湾军事演习后经香港中转时被扣留，中国以此敲打新加坡与台湾的军事合作。这件事在中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不少民众认为应给新加坡一个教训。所幸李显龙政府当时迅速低调处理，重申了对一中原则的尊重，中国最终归还了装备，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一年，李显龙亲赴北京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新关系逐渐重回正轨。这些事件提醒着新加坡，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动强权的神经。即便如此，在李显龙的审慎经营下，新加坡和北京之间的战略互信总体上仍保持着相当水准。中国理解新加坡在安全上倚重美国的现实，新加坡也努力向中国展示友好姿态，比如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中国共建苏州工业园区和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等。这些合作使得中国长期将新加坡视为相对中立而值得合作的伙伴。转折点发生在近2年，美中之间爆发的芯片战让新加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局面。美国从2022年开始对中国实施严厉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不仅禁止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还敦促全球盟友一起堵截。一时间，先进芯片成为美中科技较量的前线。果不其然，2025年中，美国司法部起诉了2名通过新加坡非法转运美国芯片到中国的嫌疑人，直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这些违禁芯片的主要中转站。这类案件令新加坡颇为尴尬，也使美国更加敦促新加坡堵住后门。
美国不断加大施压力度，新加坡开始感受到肩上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新加坡是许多西方高科技产品进入亚洲的中转站，一些美国管制的芯片借到新加坡再流向中国的灰色途径引起了华盛顿的不满。同时，中国也是新加坡电子产业的重要市场，新加坡不愿平白失去这块蛋糕。在这场芯片博弈初期，新加坡试图维持低调，不公开站队，但随着形势发展，新加坡最终还是选择了配合美国的要求。早在2025年年初，新加坡政府就已释放出明确信号，表示不会允许企业利用新加坡绕过他国的出口管制。2025年2月，新加坡第二贸工部长在国会答询时强调，虽然新加坡没有法律义务执行别国的单边禁令，但也绝不容忍有人借新加坡之名违规向受禁国家运输芯片。他还指出，新加坡海关正与美国等密切合作调查可疑案例。这番话释放出信号，新加坡倾向于配合美国的芯片封锁要求。随后在3月，新加坡执法部门在美国的授意下展开了一次高调行动，出动警察和海关搜查了20多处地点，逮捕了9名涉嫌违反美国芯片管制政策的嫌疑人，其中包括新加坡人和中国人。这已经是新加坡近来第2次针对芯片问题的大动作，显示出新方在堵住芯片外流上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毕竟新加坡明白，如果被美国视为制裁漏洞，轻则名声受损，重则可能遭受连带制裁，那将后患无穷。因此对华盛顿的要求，新加坡只能尽量满足。新加坡突然对华翻脸，严查芯片转运，背后到底图什么呢？是迫于美国压力的无奈之举，亦或新领导层另有所谋？这一连串迷思当时就在各方脑海中打下问号。真正让北京震怒的是，新加坡新任领袖近期的一系列对华强硬表态。随着2025年新加坡大选落幕，李显龙逐步退居幕后，他指定的接班人副总理黄循财接过了总理大位。2025年新加坡大选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顺利胜选，李显龙随即按照承诺禅让，将总理职位正式移交黄循财。从此，新加坡进入后李光耀时代的第4代领导人执政期。外界普遍关注新班子是否会延续李氏父子长期奉行的平衡外交策略，尤其是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会作何选择。黄循财出身新加坡本土精英，拥有西方教育背景，作风较前任更为主动强硬。然而，也许是缺乏老一辈对中美关系的微妙拿捏，他上任不久就在国际场合接连发表了引发争议的言论。第一次是在2025年11月的新加坡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面对西方听众，黄循财语出惊人的评论东亚局势，表示日本是东南亚最受信任的大国，暗示中国应当对历史问题放下包袱，与日本重新和解。他还劝告中国要对邻国更大度一些，称东南亚国家早已放下了对日本的历史阴影。这番话几乎等于站在日本立场当众教训中国，不仅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激起强烈反感，甚至连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显得此言不妥。马来西亚等国的媒体随即发文，表示并不同意新加坡总理的说法，毕竟2战的历史创伤并未在亚洲完全愈合，最信任日本，这种说法很难让周边认同。黄循财贸然代表东盟发声，结果里外不是人。这一次，北京官方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不悦之情已跃然纸上。中国媒体和学者开始明里暗里批评新加坡胳膊肘往外拐，质疑黄循财是否背弃了李显龙坚持的中立路线。有意思的是，就在发表大度论后一周，黄循财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密切交流。在媒体拍摄的画面中，冯德莱恩面带轻松微笑，而黄循财则端坐一旁，神情认真。这不禁令人生出联想，新加坡是否正试图加强同欧洲的联系，以便在美中博弈中获得更多筹码？黄循财的这些外交动作，表明他试图在传统美中新三角关系之外，引入欧洲力量，或许希望借此平衡中国对区域事务的影响力。如果说那次言论还只是外交立场差异，那么紧随其后的第2次表态则被视为对中国的直接挑衅。2025年12月下旬，
黄循财在访问加拿大期间接受当地电视台专访，当被问及芯片管制问题时，他毫不避讳地公开站队华盛顿，反复强调新加坡会全力配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绝不允许任何高端芯片经由新加坡流入中国。他用了极为决绝的措辞，说芯片这条线我们一定会配合美国管死，绝不让中国从新加坡多拿一片。黄循财这段掷地有声的话是在加拿大 CBC 电视台访谈中说出的。当晚，这番言论迅速传回亚洲，在中文互联网上刷屏，许多中国网友震惊且愤怒，批评新加坡吃中国饭砸中国锅，认为黄循财撕下了多年伪装的中立面具。这番强硬表态几乎等同于向全世界宣告新加坡在美中博弈中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将不留任何情面。中国方面对此极为愤怒，北京没有通过正式外交抗议来发作，但实际行动上已开始对新加坡冷处理。黄循财这番表态后，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仅强调合作应基于相互尊重，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但语气透着冷淡。紧接着，原本据传黄循财计划于2026年年初访华，但中方迟迟未予安排高层会晤的明确回应，新方多次试探都碰了软钉子。中国对这次新加坡总理来访展示出异乎寻常的冷淡，新加坡敏锐地意识到不妙，如果总理贸然赴约却碰一鼻子灰，那将是新加坡外交难以承受的奇耻大辱。最终，李显龙亲自出面紧急叫停了黄循财的访华行程，以避免新加坡总理在中国遭遇公开的不给面子局面。据悉，新方原本为此次高层访问投入了大量准备，但接连从中方得到的都是模棱两可甚至冷淡的反馈。例如，中方仅安排黄循财与副部级官员会面，且未计划给予任何高规格接待。这些反常细节让新加坡察觉到形势的严重，如果总理照常出访却得不到应有礼遇，那将使新加坡颜面无存。在此情况下，李显龙不得不壮士断腕，宁可暂缓出访，也不能冒着当众难堪的风险。李显龙此番破例干预接班人的决策，在新加坡政坛引起了巨大震动。新加坡奉行内阁集体负责制和长幼有序的政治文化，公开场合上级训斥下级并不常见。据传，在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李显龙拍桌怒斥黄循财，质问他为何要贸然采取导致中新关系急剧恶化的举措。可以想见，当时会议室里的气氛何等紧张。年过七旬的李显龙拍案而起，往日温和儒雅的长者此刻满脸严峻，语调前所未有的严厉，质问声在室内回荡。而刚上任不久的黄循财则低头沉默，几乎插不上话。在场其他部长屏息静气，无不为这一幕感到震惊。这对于习惯了新加坡讲究体面的政坛而言，无异于平地惊雷，但也凸显出此次危机的严重程度。李显龙痛心地指出，自己辛苦经营40年的外交平衡就这样被轻率地打破。一旦中国失去对新加坡的信任，新加坡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处境。这番疾言厉色，可谓李显龙从政以来少有的震怒。有分析称，李显龙之所以如此激烈，一来是为了挽回中国方面对新加坡的一丝信心，表明新加坡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仍有人坚持理性中立；二来，这也是一次公开止损的政治断腕，通过批评自家人向北京释放新加坡愿意纠偏的信号，尝试阻止局势继续恶化。然而，北京方面会领情吗？目前看来，希望渺茫。黄循财在芯片问题上的强硬表态，戳中了中国的逆鳞，令中国领导层对新加坡的战略定位产生了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在北京看来，新加坡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可以在关键时刻信赖的合作伙伴，而俨然变成美国在亚洲的一颗棋子。换言之，过去被视为半个自己人的新加坡，如今在中国眼中俨然成了外人，甚至是潜在的敌方棋子。中国的态度用一句话概括为信任清零，概不惯着。甚至有中国学者将新加坡视作中国在亚洲棋局中的一枚弃子，意思是说，北京既然对新加坡失望透顶，便不会再给予特殊照顾，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舍弃。这一立场的转变可从多个细节看出。首先，
中国在外交上明显对新加坡降温。2025年11月，美国主办的 APEC 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与多国首脑有多场会晤，但与新加坡领导人几乎没有互动，也未安排正式会谈。还有消息称，最近一次中美贸易对话选在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而未考虑新加坡。这些迹象都显示出新加坡在大国外交中的边缘化。其次，经贸层面，中国正在悄然减少对新加坡的依赖。长期以来，新加坡作为转口贸易枢纽，从中国与东南亚、中东的巨额贸易中抽取了可观的财富。2024年，新加坡光是通过转口贸易一项就吸纳了约3800亿美元的收入。曾经中国80%的进口原油都要从这里经过，可谓做着数钱的好日子。然而最近几年，这种好日子开始面临挑战。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直接贸易额逐年攀升，通过新加坡中转的比例则持续下降。特别是中国加快布局自身的替代通道，包括在周边国家投资港口和物流中心，推动连接中国西部与东南亚的新陆海通道等，都在逐步削弱新加坡的中转地位。北京这次被激怒后，更是决心加速相关部署，将更多运输航线绕开新加坡。中国多家大型航运企业近日调整了航线，许多大型邮轮和集装箱船开始选择直奔中国海南的杨浦港等港口装卸，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新加坡当作必经的停靠站。据悉，受此影响，新加坡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已经出现了明显下滑。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业界估计跌幅可能达到2位数。新加坡引以为傲的全球第2大港地位，正在被中国新兴港口和周边竞争对手一步步侵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幅场景：马六甲海峡上船来船往，但许多巨轮驶过狮城却不停靠。新加坡宽阔的码头上，昂然矗立的桥吊无船可卸，曾经忙碌的工人百无聊赖地眺望远处直奔海南、杨浦等地的船影。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新加坡若持续被中国贸易网络边缘化后可能出现的真实画面。连美国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华尔街日报等刊文分析，中国正通过海南等新通道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马六甲困局或许正在一步步化解，这在战略上进一步削弱了新加坡的筹码。更严重的是，一旦丧失中国信任，新加坡在金融和投资领域的损失将逐步浮现。别忘了，新加坡之所以近年来能迅速崛起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中国企业和富豪将这里视作海外融资和财富管理的首选地。在香港局势变化后，许多中国资金流向新加坡寻求安全港。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两国贸易额高达约1100亿美元，占新加坡对外贸易总额的1/10强。新加坡同时也是中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双方累计投资规模以1000亿美元计。如此紧密的经济联系一旦受到破坏，损失最大的无疑是体量较小的新加坡。近年，包括阿里、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都在新加坡扩大投资，一些中国富豪更把家族办公室迁至新加坡。然而在当前气氛下，这股资金和企业进驻的势头很可能放缓甚至逆转。中国企业未来在选择区域总部时，将更加倾向于香港、上海或者吉隆坡、迪拜等地，而不会再放心把新加坡当作主要节点。一些已经落户新加坡的中资机构据称也开始降低新项目的优先级，甚至考虑将部分职能转移到对中国更友好的周边国家。这种用脚投票的趋势或许不是一日之功，但长此以往，对高度依赖国际资本的新加坡将是沉重打击。更严峻的是，信任崩塌可能波及安全领域。多年来，中国默认新加坡在台湾进行秘密军事训练，代号星光计划，对新加坡的战略意图并未过度干预。但是现在不同了，一旦中国视新加坡为潜在对手，这些默契恐怕荡然无存。未来若台海或南海局势紧张，新加坡很可能被中国军方归入不友好阵营。届时新加坡不仅无法获得中国任何情报支持，反而可能被视为一种威胁。这对于一直试图不选边站队的新加坡来说，
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处境。与此同时，在新加坡的东盟邻国看来，此次风波也是一记警钟。长期以来，东盟各国都尽量在大国之间保持中立，不选边站队。新加坡如今的选边举动可能令东盟整体面临更大外部压力，其他成员国对此大多保持沉默观望，同时暗自警惕不要步其后尘。一些邻国甚至可能趁机从中渔利。马来西亚近年来就在中国支持下积极发展深水港和工业园区，试图分流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印尼也规划扩建港口，争取更多中国投资。新加坡的这一失误或许正在给周边对手创造机会，毕竟在国际博弈中，小国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新加坡未来恐怕要面对一个更为严峻的区域竞争环境。实际上，新加坡国内已有一些非官方声音对政府的做法提出质疑。由于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政府路线，这些杂音主要出现在网络舆论场。一些网民直言黄循财此举是在败光李光耀和李显龙苦心经营的中立遗产，还有反对党人士刻薄地将黄循财戏称为黄蠢才，嘲讽他病急乱投医，把新加坡推向险境。当然，执政党支持者则辩解称，中国崛起已成定局，新加坡唯有与美国站在一起才能自保，否则在一个中国主导的亚洲更没有话语权。这种争论折射出新加坡社会对国家战略方向的不同看法和隐忧。无论如何，目前的局势对新加坡极为不利。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建交3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甚至可以说是自上世纪70年代李光耀打开同北京交往大门以来从未有过的低谷。如果不能及时弥合裂痕，新加坡将不得不承担长期代价。当然，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对于务实的中国来说，如果新加坡今后展现出足够诚意和实际行动，北京未必不会给出台阶。但信任一旦丧失，重建将是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更何况，如果将来中美关系出现缓和，甚至重回谈判桌，新加坡会发现自己里外不是人，对中国已无任何信用可言，而美国未必真的把新加坡当自己人。毕竟，美国关心的是自身的战略利益，新加坡也不过是棋盘上一颗棋子，一旦棋局需要，美国随时可以选择其他支点，并不保证永远庇护新加坡。说到底，小国在大国眼里，价值取决于是否听话且有用。一旦被视为无足轻重，其结局可能相当凄凉。回顾当代国际关系史，像新加坡这样因选边站错而遭受重创的案例并非没有。比如澳大利亚前几年一度跟随美国对华强硬，结果中国采取贸易限制进行反制，澳大利亚出口产业蒙受巨大损失，迫使其调整政策，才逐渐缓和了矛盾。同样地，菲律宾在本世纪初也曾在大国之间几经摇摆，付出过代价。可见，小国稍有不慎卷入强权冲突，就可能元气大伤。新加坡今日所面临的窘境，正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也给其他国家提了醒。棋局尚未终结，小国亦非全无回旋之地。对于新加坡而言，这盘棋还没有下完，未来仍有变数。究竟会继续一条路走到黑，还是幡然醒悟，调整策略？全世界都在看新加坡的下一步将如何落子，这无疑是摆在黄循财政府面前的一道艰难选择题，也是对其智慧和勇气的重大考验。愿新加坡的领导者能冷静权衡利弊，早日寻回失去的平衡，不要让昔日的外交传奇沦为明日的反面教材。